大家好，我是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凌晨的时候呢 ，Mistral 发布了一系列的更新，它推出了免费的 API， 推出了Small 模型的更新版，还有它可以在 LeChat 上面进行对图片识别。我们来浏览一下它的这个 Small 模型呢，就是它2月份的一个更新版本，这个是 MRL 许可发布的。可以在 Hugging Face 上面下载下来，支持非商业的一个自己的部署，然后它是 22B 的一个参数。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在 LeChat 上面去运行Pixture 了，它是支持任意大小一个图像的处理，而且是免费使用的。今天呢，我将着重介绍一下 Pixture 的使用。Pixture 它的大小是12B， 它是一个多模态的 AI 模型。咱们左侧的话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性能对比。绿色呢，它是10,200，这个橘色呢，它是 Pixture。可以看到 Pixture 的话，毕竟它有它的一个规模参数大小在那里，所以有一些部分的话，它的成绩还是挺好的。它的一个架构亮点呢，就是400的一个参数视觉编码器，它有 128K 上下文长度，它呢是擅长图表理解和文档问答。它用的许可呢是 Apache 2.0。我们来看一下 Pixture 的应用案例。上周我是在一个博主的帖子看到他讲 Pixture 的一些能力。这个是 Mistral， 这里呢就是说将左边这个图呢转化成 Markdown 的格式，这个呢就是 OCR 把左边手写的识别出来。这里上面比如说 Question 4， 其实它写的很潦草，下面的话也是能识别出来的。这边的话是将一张图表然后转化成一个表格。咱们再看一下这一张，这一张呢就是对图片内容的一个描述。它这里的话，左侧呢有一个很复杂的图片，官方给出来的一个示例呢说列出前5的国家最高的 GPT， 这里的话就给出来了最大的，而且它这里的话限定了一个范围是在欧洲，所以它给出来的右边的内容。这一张图它就是让这个 Pixture 解释这个图片内容，这个应该是 DNA， 然后右边解释了一下。这个呢，让这个截图生成网页，可以看一下，它生成效果还可以，美观的话就谈不上了。这边是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数学问题。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 LeChat， 咱们可以理解为就是Mistral 的 ChatGPT 平台。左边的话选模型，可以和它对话，这边呢可以上传图片。不过我今天主要测试的话是我在自己做了一个 Streamlit 的应用。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 Mistral 的开发者平台，在左侧呢选择 API， 可以去申请一个新的 API key。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你以前是用它的付费模式，那你如果用的比较少的话，你可以改成它的一个免费的 Free Plan。我们来看一下Mistral 的 API 的限制，每秒的话是1个请求限制。针对Pixture 的一个图片识别功能呢，它的每分钟最多是50万个 tokens， 每个月呢最多是10个亿的 tokens。那50万个 tokens 大概能处理多少图片呢？这里呢，我让 O1 模型帮我们去做了一个计算，差不多的话是500张左右，根据你图片的一个分辨率来计算。现在呢，我们来到 Pixture 的一个 API 文档，左边有个 Vision。那 Vision 的话，它现在只有一个图像处理模型，就是 Pixture。第一个呢是传递图像的 URL， 第二个呢是传递 Base64 的一个编码。下面还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样的一张图片上传过去，它会让 Pixture 帮你处理，
得到的一个回复。它也支持比较图片，也可以 OCR 转录图片内容，还支持这种旧文档一个识别。里面对于支持最多上传4张图片进行识别 ，API 里面它是支持最多8张图片，每张图片的话不能超过10兆，支持的图片的话是这些。现在呢，来到了我做的一个 Streamlit 的应用，我们来看一下。左侧呢可以上传图片，也可以新开对话。我有预设了一些提示词，也可以自定义提示词。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上传了一张图片，是一张网页图片，我们让它来生成一下网页。这个页面大家应该很熟悉，然后它现在帮我们生成了，我们把它复制一下。这个页面本身呢，它是某书的一个上传素材的界面，可以看到。老实说，我这个是一点都不满意的。它这个识别出来的话，完全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内容，和我之前我要让他去处理的页面，我是要让它生成这样类似的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对趋势的分析判断。这里呢，我上传了一张英伟达的相关的图片，它展示了图表还有关键指标，上半部分是什么，中间部分是什么，还有下半部分是什么。它总结了一下，在过去20年中呈现出显著的长期上升趋势，这个分析感觉还可以，也可以下载结果。我现在呢上传了一张漫画，我希望它能解释一下这个图片。他说图像中2个人，左边的红色衬衫拿着咖啡杯，然后他没有拿着咖啡杯。右边蓝色衬衫，这里对的，它这里写暗示着一个轻松的工作氛围。它其实没有识别出上面的文字内容。现在呢，我是上传了2张图片，一张是小女孩的，还有一张是绘本的。咱们来看一下，我选择了提示词是让它生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去看花园，还有小矮人、金苹果，感觉还挺有意思的。2个是有关联的，这个结果，而且故事也不错，挺好的。Pixture 的生成效果或者是指令遵循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比 Lava 1.5 要好太多了。Lava 1.5 的时候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中文问他，他有可能回复中文的乱码，或者是他以英文回复。那我在和Pixture 沟通的时候呢，经常是中文问他，他就回复中文，偶尔会回复英文，讲的故事也是挺不错的。现在我是上传了6张小猫的照片，让它生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咱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变成了英文。胡须历险记，发现了花园，有蝴蝶，还有水，这些都识别出来了，很正确。然后又看到另一只小猫，2只小猫依偎在一起，挺不错的。这整个故事都很好，很美好。现在我上传了一个图片，我希望它能提取内容，生成表格。咱们来看一下结果，这是中文的，不知道它中文识别效果如何。其他的大模型里面识别中文的表格 OCR 的话，是 Gemini 的模型做的比较好。可以看出它上面的这些中文表头它都没有识别出来，这下面的这些数字都错了，所以它的功能还是做的挺弱的。要是英文的话估计会好一些。现在呢，我上传了一个英文的表格，这个表格也是 GPT 帮我生成的， ID 名字、年纪、开始的日期还有喜好。那它最终识别出来的结果呢就会有点奇怪，名字换成了中文，可能是跟我的提示词是中文有关。这里的入院日期应该就是乱写了，还有后面是职业，这边也是写错了。我现在把这个提示词呢改成了英文，咱们再针对这一张图片来看一下效果，看它能不能识别正确。现在就对了，它这里的 start date 还有后面的喜好。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年龄里面识别有很多错误，
比如说第二个是这里是29，那其实正确的是39。最后一个是43，那正确的其实是42。那这上面的话87什么的也都算错了，所以这个识别还是有很大问题的。现在呢，我们上传了一个图片漫画，希望它能对这个图像做一个推理分析，来看一下它的效果。这个识别的还挺正确的，感觉还不错。那咱们再来看一下这段代码是怎么写出来的。首先，我们是要在 Mixture 的官网上找到我需要的文档，比如说这里呢就是这个 Vision 的这一页的一个详细的文档，把它复制到 Console 里面。这里呢，我把它命名为相关文档，打开 Command I， 让它去根据相关文档去做这样的一个 Streamlit 的应用。我们是把 API key 放在了.env 的文件里，所以需要先加载一下。图片它涉及到一个 base64 的一个编码，所以呢这里也是需要去导入一下。API 比 LeChat 的平台要多处理4张图片，它的 API 最多可以处理8张图片。这个颜色 RGB 也需要处理一下。在做这个图像类的一个分析的话，主要会处理到 base 的编码、图像的大小，还有 RGB 这种。我还让它给这个 Streamlit 加了一个新对话按钮，加了之后呢，我们不需要清除之前的内容，直接新对话就可以去跟它再沟通了。我把上传图片的按钮放在了 Sidebar， 也就是左边栏这一块呢，内容比较重要，就是可以预设提示词。这里设置一行，让它显示3个提示词。这里的提示词都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随意调整的，当然也支持自定义的提示词。最后呢，结果是可以下载下来的。我会把这个放在描述的链接里面。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Pixture 这个多模态模型质量还行，因为它是开源的，效果呢肯定是比不上 GPT-4o 或者是 Claude 3.5 Sonnet 或者是 Gemini 的1.5 Pro。但这个模型本身，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它的免费 API， 第二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本地部署这个模型。如果说它只是用它来做一些简单的识别图片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我们下次再见。